欢迎大家，我们来到展能艺术在香港网上频道及治疗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频道。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台湾支流岛舞蹈剧场的朋友，有艺术总监张忠安先生，也有国际制作人莎莎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香港的时候看见一些共融的艺术，好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要从一个专业的方向发展。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就是，可给他们一点机会，然后就去慢慢的去教育一下就可以。可是在钟安哥他们的，发展方向，从舞蹈开始，慢慢的从专业的方向去发展。然后我知道他们要做的不只是在舞蹈里面，他们现在也有开发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资源，我们的不同的共融艺术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先邀请钟安哥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跟舞蹈的缘分好吗？谢谢钟安哥。好的，没问题。Hello，大家好，我是自由岛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然后兼编舞家。大家能看到我就是一个右眼视障的一个艺术工作者。然后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就是我跟舞蹈的缘分吧。在国三的时候吧，我爸都想说，哎。你好像没有一些技能，是不是要去学一点什么啊？然后他们就在思考，就是说，哎，那个平常我都会在他们面前表演，把两只脚放在头上，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哦，那你这样子筋很开，不然就去学跳舞看看好了。对，然后我就半推半就被送到了那个台湾的舞蹈补习班去学习跳舞，然后也很幸运的吧，那时候呃从国三开始认真的学跳舞，大概也1年到1年多，然后去考了台北艺术大学，所以我高中就在里头。然后发现哇，天哪，舞蹈的可能性跟它的多样性以及它的魅力，其实深深吸引着我。对啊，所以到了台北艺术大学以后，其实就开始深深的爱上了舞蹈，然后但也很不幸啊，在进入到国三之前啊，因为我先天是一个高度近视，然后在未保养它看得到的情况下，你不会觉得自己眼睛有问题，对，但也许视网膜已经有一些伤害或者是破损，只是因为看得见，所以没有感觉到可能有隐患的存在，所以在一次练习中发生撞击啊，然后导致我视网膜剥离。然后那个时候啊，我其实呃，在开完刀以后吧，医生跟我说，你必须要静养至少半年以上，对，然后最好也不要跳舞。那对我来讲真的是天崩地裂，因为你知道，一个高中生他真的开始热爱舞蹈的时候，他会为这2个字的未来有很多的想象。譬如说，我以后可能大学我可以做什么事情，透过舞蹈；我毕了业，我可以在舞蹈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成就可以去追求。对，然后那时候几乎，对啊，这样子的梦想几乎归零啊。然后好，当时也不懂事，因为还小，所以我其实舍不得休学回去休养，所以我就留在了学校，去做一个见习的动作。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跳嘛，不跳应该就没问题。对，殊不知视网膜的恢复其实必须要很小心，但我，呃，对啊，很后悔的是，我并没有太在乎它，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山上嘛，天气冷，我会打喷嚏、哈欠，然后我的视网膜就掉了。对啊，走路走一走，因为
当时治疗是需要打气泡，然后把视网膜顶住，所以我必须要低着头，包含走路、睡觉都是面要朝下的一个情况下。我看不到路啊，所以我就撞到了可能关一半的铁门，哇，视网膜又掉了。所以我那几个月大概大大小小的手术动了至少有6次了吧，我光住院可能时间加起来就有1个多月。对，好，最后一次我觉得不行，我必须要回到南部休养，要不然我不止我不能跳，我可能眼睛也好不了。好，那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屏东去做一个静养。哎，过了1、2个月，发现右眼的视力有稍微恢复哦，哎，就觉得很不错，我的未来可能又有希望了。好，只是再过1个月吧，发现那个，原本好的一个视野，它慢慢的又糊掉了。对，我有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照了镜子，发现眼睛很丑啊，所以就不常照镜子。对啊，然后发现有点不太对的时候，瞄一下镜子，我发现那个眼球黑的部分怎么会有白白的那个斑块？好，就有点紧张。我又回到台北的医院去检查，然后医生看了以后吓一跳，说：“哇，惨了，就是其实你视网膜恢复的还不错，但是眼睛里头长了血管，哎，蛮多的。好，因为有血管，所以导致里面有膜的生成，对，然后以当时的医疗技术，包含到现在啦，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根治，所以就等于说，宣判我右眼失明，所以现在的话，右眼的视力是0这样子。然后很无奈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没有梦想了，然后我现在又是一个病人，我走在路上，然后刚好就遇见了我的那个小时候学跳舞的舞蹈教室，小时候老师也看到我就说，哎，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不要来？因为你现在休学嘛，你要不要来教室打工这样子，扫扫地啊，当柜台哥哥啊？然后我想说，哎，好啊，就是有一个虽然是业余圈的一个小朋友教学的一个环境，但是至少它是一个跟舞蹈有连接的环境。好，所以我说我愿意，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眼睛已经宣判就看不到了，然后也过了休学的2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回学校了。对，好，那我就决定跟舞蹈教室的老师讨论一下，我可不可以从事教学啊？好，我就在里头开始慢慢的教小朋友，慢慢的在里头做创作，去参加我们台湾的舞蹈比赛。但是，呃，做着做着，你会觉得小朋友的身体的表现力跟成熟度，他可能没有办法像大人这么好，所以我就觉得很郁闷啊，怎么办这样子？然后刚好又有一批小朋友他们即将离开啊，那批小朋友是我在教学过程中的第一批啊，我有点舍不得，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创一个平台好了，我创一个舞团，让我带过的学生日后有机会可以回到屏东，然后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他们去发挥，或者是我们可以在里头共同创作。对，因为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啦。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我以前其实表达能力差的情况下，我发现，哎，舞蹈它就是一种语言啊。对，而且这种语言，它甚至呃带有一种美感，跟有一种独特的逻辑性，而且它是属于你的，你是用另类的方式可以去让，好，也许是观众，也许是对你不熟的人，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理解你这个人。对，所以我大概对啊，从教小朋友开始就开始创作，一直到现在吧。对，钟安哥，谢谢你。刚才说
很多感觉到你的热情。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你对舞蹈的兴趣，因为天生的舞者就是不太会讲话，是真的，所以就好像用自己的肢体来表达就是比较好。刚才你是说到那个创作的时候，我看见你说，诶，回到屏东有自学，你自学的一些参考是在哪里呢？哦，我其实很感谢学校当时有一个课程叫做即兴，对，然后即兴它基本上，它是老师会给很多的概念嘛，让我们去做想象跟发挥，然后我当时把这个东西带回到屏东，因为我没有老师教，所以我就用即兴的方式去探索我自己的身体的可能性。对啊，然后同时，你会去看一些电影，我会去看一些电影，然后跟表演，然后基本上电影里面会有所谓的动态在，对吧？然后舞蹈本身它也是动态，所以有没有好这种动态的想象，如果我们把它装载在身体上，它会怎么样？对，这也是我对于舞蹈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很好的经验啊，所以我在自学的过程中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刚刚提到舞蹈教室嘛，对，对，所以我基本上在上班的时候会偷偷用那间教室，然后也会提早去，然后可能在里面一天花3到4个小时的时间去自我成长跟练习。很好啊。然后就是慢慢去创作，因为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只是舞者，所以他们喜欢舞蹈。可是刚嗯嗯，才听钟安你的分享的时候，你很有一个欲望去创作。然后对啊，你刚才有说过，就是跟小朋友的接触是不满足，然后你就应该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你的自留岛的这个舞蹈剧场，要对从这里开哦，始，对吗？那个对啊，对啊。时候你在想什么？你要去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我其实当时创立舞团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笨。为什么很笨？也许待会有机会分享。好，很简单，是因为我想创作，我不甘于只为了在学生身上做创作，我想要在成熟一点的舞者身体上面去取得一些讯号，然后加以发挥，然后就对，加上刚刚有提到的，我的第一批小朋友，第一批学生，他们呃你知道屏东嘛，没有舞蹈的高中或者是大学，他们一定要往屏东以上去跑。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基本上精英都会留在精英的环境里头，对吧？所以但屏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啊，所以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平台是可以有一个舞团是可以让他们就是哦，那个我毕了业了，我可以回去到屏东我的家乡。然后跟我原本认识的老师一起，在舞蹈上工作。对，所以当时其实很简单啊，基于这样子的冲动，就把舞团创出来了。对啊，可是这个冲动是很好哦。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是从走向那个共融艺术，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你当是一个专业舞团。对当时没有，但是如果要提到共融的话，我反思一下啦，因为我在小朋友他们的创作里头，其实也有做类似方向的一些作品，譬如说我们之后会提到的天使心，它是针对智能障碍，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红苹果，红苹果是当时我有一个学生啊，然后他因为家里的环境，然后家长的呃好为了小朋友好，所以有很多的压迫嘛，揠苗助长，然后导致那个小朋友其实有一些精神上的不稳定。对，所以我也为了这件事情也做了一个作品叫《红苹果》。对，
所以在小朋友身上，我有去执行这2个作品。对，所以有这个种子，还有你自己身体的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你就慢慢对于那个公融艺术有兴趣吗？而这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共融艺术哦，直嗯嗯到我们舞团也好，也很幸运的，2016年的时候，因为在2016以前，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运作舞团嘛，所以在二嗯零一六的时候把作品刚好投件到爱丁堡也中了，所以当时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哎，钟安娜，那个你今年带来的作品是跟精神障碍有关系，然后你自己本身又是一个视障患者，那你对障碍舞蹈有没有兴趣？”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想说，因为其实是2016年以前，其实我是井底之蛙。对，我想说，障碍舞蹈是什么？对，然后好，那位前辈叫叶静文老师，他就有传了一些影片给我看嘛。我发现哇，这些身障者们的身体很有趣耶。对，他比起一般直立人有更多的可能性。对，那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另外一个领域啦，所以我其实也还没有准备好，也不敢踏进去。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刚好很荣幸的，就是有受到那个文化部的邀约吧，到了 Unlimited。很荣幸的，我们到了那个伦敦的公共艺术节嘛，然后看了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作品，不管它是视觉，不管它是表演，不管它是舞蹈，发现你知道那种东西，它不只具有独特的美感，它还具有一种生命的能量。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好像推了我一把，就是说，你看吧，这件事情它很值得去发展，它是一个很值得去探索的一个方向。踩进去吧，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我其实就跟莎莎我们就聊嘛，就决定就是说，好，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做发展，这样子。然后在 Unlimited 啊，其实看到了蛮多友善的一些设施吧，譬如说 PPT 里面可以看到的照片，他们讲座的时候，他们真的期待，真的希望让参与者是以一个轻松、没有压力的状态，所以他们前面会放个蓝骨头。对，那有些人他可能坐椅子不方便，他可以直接瘫在蓝骨头上面去做聆听也可以。然后包含我们经历的一些画展啊，包含演出啊，其实都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啊。那个时候你在想的，你的创作语言是舞蹈嘛？所以你看见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那你会怎么去想象你的创作的可能呢？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当时第一视角去看待他们的时候，是以一种很直觉的生理线条，然后因为我们很习惯跟职业舞者或者是说直立人去做创作，然后去探索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可能性，直立人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很习惯了。他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也很清楚。但是我不晓得，身障朋友们的一个独特性的一个身体，在于舞蹈的表现上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这是我觉得有趣的一个点啊。对啊，理解，而且所以就是有很多创作的动力，所以你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要去再多学习，对吗？然后对，就你没错。去不同的地方去学习。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好像你有到不同的地方去跟一些地方去学习，对吗？对，没嗯嗯，错。好，呃，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障碍艺术或者是说共融艺术，它当时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领域，所以我不敢贸然的，就是好，我想要为他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有一定的了解跟深入这个方向，我才敢放胆的去做就是当时我们的国际制作，开发制作人嗯，叶继文，他是长期待在英国，那他就引荐了 Staff Gap。那 Staff Gap 的那时候艺术总监也是他们的制作人 Show，他是日本人，所以我们就想说，刚好比较近，不用一对。下就跑到英国去，所以我们在2019的2月还3月吧，就我们去了东京10天，参加 Stop Gap 在东京的工作坊，然后也看了他们的演出，这样子。那时候你们的工作坊是学习些什么呢？请问？学习他们怎么跟障碍者们做所谓的身体开发这件事情，以及他们怎么去带领跟障碍者们互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啦。对啊，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尊重嘛。对啊，尤其是身障伙伴们，也许你今天做了一个无心的事情，但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是不够尊重。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2019末吧，印象中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有到他们的英国的舞团，他们有开放一个实验室，然后可以让团以外的人去参加创作这样子。然后我在当时就吸收到很多经验啊，其中一个就是譬如说轮椅者，如果你要扶他的背后的手把，你必须要先跟他讲，因为轮椅就是他的一部分。对啊，我当时在跟一个轮椅者互动的时候，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我是一个创作者，所以我会很直接的去调整我的舞者们的一个状态。对，但是他在休息的时候，他提醒了我，就是说，哎，如果是身障朋友的话，你要做到这样子的举动的话，你可能要先跟他们讲一下。对，因为轮椅是他们的身体一部分嘛，你今天推动它，就等于他不知道，然后突然被转了一个方向，或者是往前改变了他的位置或空间，他可能会吓一跳。对，所以当时他这样子的提点对我来说是，对啊，很震惊啊，就是哇，原来好，也许我是身障者，但也许对于其他不同的障别来讲，有一些细节在互动上都是要必须非常注意的。对，然后好，刚刚提到的实验室也分享一下我们在实验室的过程，就是我们当时带了一个我们家的舞者叫阮怡珍，然后跟他们的3位舞者，然后这3位舞者有一位是 Star Gap 团员，然后2位算是报名参加的身障表演者，然后我们就花了5天的时间在里面做了一个创作，然后这个作品会在第5天的时候有一个呈现，对啊，然后好，当时其实压力很大，因为我不晓得这个创作的性质是什么。压力大的反而不是怎么跟身障朋友互动，压力大反而是那个时间的压迫。因为对我来讲，我可能要在5天里面去做一个15分钟左右的一个小品。好，那因为我很习惯早期啦，是跟直艺人互动嘛，所以我想到的一些身体的运动方式，以及呃呃叫什么舞蹈结构的安排吧，是蛮复杂的。对，然后
在过程中，他们其实是有一点吃不消对于记忆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其实有一点小紧张，但最后还是很顺利的去把就是一个15分钟的一个概念的小品完成，对，并且我们日后还有延续它这样。可是这个是很好哦，就是让你作为一个编舞者也有多一点点的经验。然后你刚才很好的分享，就是说，我们跟不同的人互动，我们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很清楚的记得。所对，以一个编舞家已经不只是一个编舞而而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编舞家就是一个灵魂嘛，就好像我要求大家在做什么就要做什么。可是现在你作为一个编舞家，你都多了一点的考量，然后这些考量是关于人性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呃，因为你必须要跟你的舞者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对，嗯，所以我觉得如何跟舞者互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啊。对，所以谢谢你刚才的分享。你要跟我们看一看那些演出吗？还是我们再继续再聊？我们在Glasgow 的艺术节，大家你觉得呢？好，要不然播影片吧。他一开始跟障碍者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其实应该也带来蛮多的谨慎跟小心，哦，就是那种第一次跟这样子的舞者工作，可能有一些他必须要注意，或是他到底能不能这样子做的那种不确定。钟安哥跟莎莎，你们的观察就是一开始舞者跟一些不同能力的人去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
考量，对不对？对不对？对，还是这是一定会的嘛。就像台湾的民情好了，就是看到身障者朋友们有两种比较极端的，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他们会有一种还蛮反感的一个现象，但是那个算少数，大多数的人会是以一种非常小心翼翼的去看待他们。对，但有时候这个小心翼翼反而会是一种过度。对对对，因为像我们去英国，感受到的身障朋友，他们以及正常人跟身障朋友的互动，它其实是很自然的。你就是一个一般人啊，你就像我们随时可以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然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啊。对，但台湾人的话就会小心翼翼的去看待跟照顾你。对，生怕你受伤。对，所以就在艺术上面，我们呈现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在跟其他人的能力一样的时候，就好像打破了我们一些想法，就是看见你们刚才的探索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其实，在轮椅上面是可以动很快的，可以有对啊，对很多的控制的。对这个是很自由，那个感觉，刚才那个舞蹈感觉到很自由、很优美。所以你们从这里开始的时候，然后你们在慢慢的有一些新的创作吗？就是从共融艺术上面。好，我们在2019年经过了一连串的学习嘛，到台湾的那个 Adam Benjamin 的工作坊，我们都有去参与了。然后好像也是在同一年吧，我们去了一间丈夫中心，我们实际的真的要跟那些身障者们去做互动的时候，对，我们开始有了前置的大量研究，以及去思考。就每一节课，我们都会经过我跟那个老师啊，就刚刚提到的珍珍，都会讨论，就是说，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为这群身障者们去开发他们的身体，然后以及怎么样跟他们去互动？对，但这后面可以去做一个分享啊。我可以然后，补充，就嗯，是好，因为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在国外这些身障舞者，他们其实都已经有一定的表演经验。那回到台湾，对于身障者，他是没有一个专业舞蹈训练的机构或者是工作坊，变成是我们要去创造机会，然后并且去找到有人来参加。那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直接找社会福利中心。我们在屏东就是刚好他们呢也在做一些表演艺术的训练，所以我们现成的就捞了，我记得有8名成员，最后上台的就是有上台表演的8个还12个吧。对哦，但是就是有留到最后有上台的，啊哈啊哈因为这中间可能有些人他可能对于表演的怯场或是身体的不适应，就是可能嗯身体有生病怎么样的，但是我们是做了正式在剧场呈现，然后有舞蹈有戏剧，然后也找了专业的服装设计，然后舞台设计，然后戏剧老师做了一个完整的演出这样子。嗯。理解，所以你们慢慢就发展多一点点不同的共融艺术。可是，在我们在聊你们的计划以前，我们还有一个在2022年在 Glasgow 的一些你们的学习吗？你们那个时候的经验是什么？Glasgow 的话是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做《冰河时期》，哦，然后对，然后有去参加他们的共融艺术节啊，然后我们去经历那个艺术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共融艺术节他们怎么去执行他们的呃整个流程，包含空间的安排运用。就是说 PPT 有提到的，比如说控台啊、厕所啊，嗯基本上轮椅使用者
都可以很容易的到达。对，它几乎没有什么阶梯什么的，有阶梯啊，但是他们也有一些设备是可以让身障者朋友很容易就可以抵达的一个状态。对，这是我们还蛮小惊喜吧，就是哇做的很完善，连硬体设施对都有顾虑到了。所以就好像你们从这个时候，你们从国外的一些学习回来的时候，你们好像不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舞蹈东西、舞蹈的创作，你们可是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机构，就变成前台、后台很多不同的地方，你们也要照顾了。这对，我个们当然会是想要就是去意识到这件事情啊，因为毕竟有了一些经验，希望这个东西真的可以落实在也许是台湾的任何一个角落啊。哦，所以就我们再继续聊一下你们在不同的时期跟这个共融艺术的一些关键点，好吗？好啊。所以就刚才有讲过天使星。2007很久了嘛，基本上是我很年轻的时候，一群小朋友学舞蹈的小朋友做了一个作品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哎，智能障碍的一些学生或者是对象，他们好像很需要被去看到或意识到他们需要什么，或者是他们可能在想什么。所以我当时在2017在做这个作品之前，我自己跑去了我自己找的一间启智学校，就是智能障碍的一个教育环境，然后我就在里头跟着他们一起上课，2天还是3天，就从早上一直跟着他们到下午放学，对，然后过程中去观察他们的一些行为举动，然后也去跟他们聊聊天，有一些互动，对，发现他们其实是很简单，然后很可爱的。对，只是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心可以去看见他们，或者是如何看待他们，或者是呃如何协助他们的未来可以更顺遂。对，这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就在舞蹈的小朋友身上编了一个智能障碍的有关的一个作品。对，然后在2016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成团了，然后好，他会有这个作品，是因为台湾在之前吧，前2年有一个很可怕的事件是郑捷杀人案，对，然后对啊，我每看一次新闻，我的心率就会飙高，然后甚至我会想哭，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感的。在台湾的风气，人家会觉得说啊，那个你精神有问题，可能就是神经病，然后大家可能都不觉得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吧，所以导致他们也不会去看医生，然后他们周遭的人也对这诸如此类的人不理不睬。对，因为我在教学的环境里面有几个家长，他好像有这种状态，我很难告诉那些家长什么好，那没关系，我就做一支作品，然后是跟精神障碍有关系的作品，对，然后也希望唤起更多的人去意识到这一件事情它的脆弱，以及它不能被掩盖着了，它必须被打开、被看见、被意识到。对，所以我做了一个罗行柜，然后也刚好很幸运的就到了爱丁堡去，然后也因为爱丁堡这件事情，才决定日后要认真的发展跟营运舞团，所以接下来莎莎就在2017的时候出现了。对，然后
刚有提到 Unlimited 嘛，所以它也是算是我开启，让我准备真的决定开启这扇门的一个关键钥匙啊。对啊。谢谢钟安，你刚才的分享就是你从艺术家的眼光去表达那个心，你对社会不同的议题的关心，让不同的能力的人士被看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logical 在逻辑上面了解很多，可是，在心灵上面，就是在艺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让大家感觉到不同能力的人士的存在，我们怎么去尊重他们，怎么去关注他们，这是一对啊。个很好的开始。然后我对。们看看你另外一些计划好吗？我好啊。看见另外一些应该在屏东的一些福利中心。对。好。这是屏东的丈夫中心嘛，然后在2019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踏进去这个领域，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他们互动，然后包含他们对于表演艺术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也同时在做一个身体开发的一个训练，因为这个训练它其实是有目标的，它要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里面有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剧场演出。对。所以不要说我们里面的参与者，就像莎莎刚刚有提到的，他们也是有一点压力的哦，因为要在正式的剧场里面做表演。对，然后准备的足够完善啊，所以就是当天的演出其实蛮顺利完成的。好啦，那有了这次经验以外，我们其实还从中探索到一个极具有表演的可能性的一个表演者，他叫郑佑成，也是我们冰河时期这个作品的原始点的一个舞者。因为我在里头有2019的时候做一个概念，它是一个 duet，然后是我们家的舞者跟佑成大哥，当时他就是丈夫中心里面其中一员，然后有一个很精彩的双人。好，那么我们就想说，哎，这精彩的双人它很短，它只有30分钟啊。那因为我们有给一些前辈们看嘛，他们都蛮喜欢的，所以我们就决定以这个为出发点开始发展一个作品，然后才有接下来的冰河时期的一个对于疫情的一个想象的作品出现，这样子。对，刚好2020就差不多是疫情的时候，然后对啊，对啊。就慢慢就开始一些跟不同人士的合作。我们再看看下面呢，好像有跟在魏武营的一些合作，对。我们看看。在2021的时候，我们有收到那个魏武营的邀请啊，去做一个共融的工作坊。然后2022的时候，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可以再扩大发展。然后刚好我们在某一个呃台江那个文化中心有驻馆嘛，在里面有一个微剧场，它的概念是5+5。好，5+5是什么？就是5堂课的一个身体开发，然后5堂课的一个创作。好，那当然创作是由我们团内的老师以及我去完成的，所以舞者表演身障朋友们他们会经历到5堂课的身体训练以及开发，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创作5堂课，然后最后会有一个还蛮正式的环境剧场的一个呈现。那我们把这个概念也移植到魏武营去做了一次，然后作品也蛮好的。对，有受好评。然后我们也在屏东去落实了这一件事情，希望可以把共融艺术这个美好的一个表演吧推广出去。
疫情的时候，我们只可以留在我们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地方，然后就去慢慢去扩展我们的可能性。我看见你们在2023的时候又跑到国外去，我们可好，以看看在2023你们2022、2023你们有做的一些东西吧？好，那我们就下一页喽。对，下一页，对，好，哇哦，好，好，二零二二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好，2022我们因为我们在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有跟那个 Melis，就是我们冰河时期的另外一个创作者以及表演者，就是有讲好，OK，我们之后要在爱丁堡的 Downspace 一起驻村，然后创作作品。好，但卡疫情嘛，一直没办法过去，所以我们就只能在线上讨论概念啊。然后同时我在台湾这边有3个舞者，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先把概念先发展出来这样子。然后到了2022的时候，好，疫情稍缓，所以我们就决定到爱丁堡，就是把接下来生出来的冰河时期的概念一起完成，这样只是压力超大，因为爱丁堡的易碎节的演出我们是有参与的，所以它的时间是在8月，然后我们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要把一个作品只有雏形跟概念的一个状态。原则上是3个礼拜，然后实际在 studio 里面大概只有2个礼拜，因为中好，间我们还有去那个 Glasgow 的 Glasgow，艺术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哇哦，很厉好，害。那所以有很多默契吗？你们合作的时候？没有啊，不是默契一定有，因为我们有前置线上交流。只是你想想看嘛，身体的发展以及记忆，它必须要在很长，我们作品将近1个小时，像 Melis 他就要把1个小时的作品在2个礼拜里面去把它记起来，这对他本身而言就是一种压力。对，然后他又是兼具创作者之一，对，所以我们在演出前其实大家都很紧张啊，只不过就是 OK，默契足够，所以我们其实顺利的去把作品完成，然后在爱丁堡去做演出这样子。然后2023我们依然有在魏武营做大手大脚的工作坊，然后我们也持续在台江文化中心做5+5的共融微剧场。其实共融微剧场这个概念，我们会希望它可以不断的在台江每一年都发生啊。我们也希望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不管是台湾的各个点，或者是国外的各个点。对，然后冰河时期，他在2023的时候也到了那个芬兰跟冰岛，然后也到了美国做这3个国家做巡演这样子。如果是针对冰河时期的话，还有包含国情的不同。呜呼，对对对，因对，为法国人会有法国人他们习惯表现的方式，然后亚洲人会有亚洲人习惯表现的方式，然后作品要如何把这些很不一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包含，譬如说2个轮椅者、2个职业舞者融入在一起，这是有一定难度了。我们其实花蛮多时间在讨论平衡的这件事情。对，因为如果说专业舞者的话，他们要做任何动作都很轻易嘛，但对，这样子的话，这个作品他们就会盖掉轮椅舞者啊。那如何让这个作品不会有这种现象？这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聊的。对啊，嗯，所以就我很希望冰河时期有机会回来到香港，我们等一我也很下会看，希望。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演出的片段。可是，在我们在继续讨论冰河时期之前，其实刚才我们有讲，就是你们因为不同的学习，因为共融艺术的时候，所以你们会把你们的
怎么讲？你们的艺术的生命扩大了，不只是在舞蹈的创作，不只是在营运一个舞蹈的剧场里边，你们把学习、把社区的不同的面貌也加入了。我们听一听你们在不同社区的一些贡献好吗？一开始就是讲学习的推广。因为其实就是整个从去 Unlimited 回来之后，我们其实有做了很深的讨论跟思考。那怎样在一个非主流市场的共融艺术，然后你要把它带进来，其实要从教育开始，就是一般的民众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到底是什么。那所以我们也找了不同的资源，文化部跟教育部在台湾，文化部跟教育部他们有一个叫做艺拍集合，就是希望说透过艺术去教育小朋友一些知识，但是它可以跟艺术相关的，可能比如说音乐、舞蹈、美术等等不一样的方式。那比如说可以透过视觉艺术去教小朋友做传统的糕点。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怎样透过舞蹈来让小朋友，尤其是国中、国小的学生，就是在非常年轻的一个阶段，他们就去认知到说，社会其实非常的多样性。对，其实我们不是在教他们怎样去欣赏共融舞蹈，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不同的样貌，有很多不一样的人，那去让他们思考，透过一些游戏，然后透过舞蹈的方式，去让小朋友思考，然后跟自身去体验。当你身为一个生长者的时候，你怎样去协助他们？其实很大的教育部分是这一块。那我们就是透过 British Council，他们跟台湾也有合作，他们把一个 Card for Inclusion，就是共融卡片的一个桌游，在台湾它有发行一个台湾版本的，就希望有机会可以去香港送你们。好啊，好啊，就是他所以他他就是很东方元素的，那我们就是拿这个卡片去让小朋友玩桌游，然后测试，经过几堂课之后，他们对于 inclusion awareness 这件事情是不是会透过教育或是这样子的活动而改变？包含我们有让小朋友进到剧场，然后看真的是生长者，就是我们在屏东教出来的这一群大哥哥大姐姐们，或者说阿姨叔叔们，就是让他们去看表演，然后让他们去跟这些人相处。就是台湾有一个叫 USR 计划，就是 University Society Responsibility。那 responsibility，对，就是说你即将要进入社会，但是身为大学生，你怎样可以去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一些事情。活动？对，所以我们跟台南科技大学的流行音乐产业学系，因为老师自己本身也很支持就是 inclusion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合作，然后后来除了说学生来看我们怎样做5+5的那个工作坊，他们有做记录，后来他们也加入整个计划实行，因为他们是学音乐的，他们可能帮作品编曲，然后隔一年我们的艺术节，学生他们自己就是去其他不一样的障服中心，可能是跟身障者，可能跟视障者，或者是一些长照中心，他们去做观察，然后他们去做创作，所以他们就是以关怀，然后关注这些人作为他们创作的题材，然后再带到艺术节来做表演。我们也跨域跟美术馆，像左下角那张照片，就是我们在高雄美术馆，也是邀请了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以美术馆里面的展览为主轴去发展一些肢体开发，这样子。
所以你们在学习推广里边做了很多的事，然后就是都是连接在身体的不同的可能性，然后就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我刚才说，就很多时候编创舞蹈就是好像纯粹唯一的工作，现在你们就开发了更多不同的可能，那个主轴也没有变，就是有一个关于社会不同的面貌去呈现出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刚是，然后才多，其实嗯，对，请其说。实其实这中间我们也累积了，应该说我们开发了新的观众群，就是这些来参加工作坊的，我们在台江文化中心比较郊区的新的社区型的剧场。那第一年我们在里面演出的时候，这些身障朋友、坐轮椅的朋友，他们想要来看我们，但是呢，交通不易达，所以呢，这些大哥大姐，他们其实从火车站一路经过大街小巷、红绿灯什么，就是他们开他们的电动轮椅开到剧场，那我们就把这影片录起来，然后传给社会局、传给交通局、传给文化局。我就说，你们想要打造一个人人的剧场，第一件事情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来哦，因为公车不是每一台都是轮椅可以坐的，那即便一台公车，你也不可能塞10个轮椅。那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件事情？那就不单是舞团的力量，是整个社会如何去打破那个 boundary，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团队或是一个剧场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整个政府必须要去照顾的事情。对，所以5+5的那个可能性会制造新的观众，也新的演出者，然后就慢是慢的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有不同面貌的人需要被照顾。我们在下一页有说，就是刚刚莎莎在说的那个人人的剧场，你们也花了很多功夫在做这些东西。其实好像说你们就是舞蹈剧场，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 touching to 啊，audio description？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啊？呃，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的身障朋友们进到剧场。其实不只是身障朋友啦，因为我们做表演艺术，我们希望表演艺术可以蓬勃，然后这蓬勃，也希望身障朋友们可以一起加入我们，就是不要只有是直立人。对，所以我们在近几年吧，我们做了口述影像。好，口述影像其实就是把作品文字化，让它有画面可以映照在盲人他们的想象里头，让他们去思考这个作品从零到最后在演什么。然后触觉导览的话，就是透过一些物件的触摸，这个物件可能是人的身体，也有可能是舞台的装置，对，让他们去理解哦，舞台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物件在，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譬如说左右晃动，它的大小多大，对，好，然后包含舞者会有一些比较抽象的身体语汇，那这件事情有时候在口述的时候很难表达，对，那我们就会譬如说浮动好了，浮动的身体它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触摸过，你很难想象。所以我们让视障者们先去触摸舞者的身体，在演出前，对，让他们去感受浮动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们理解了以后，他们能够更了解以及更进入到口述影像的这一件事情。对，然后加上近年来啊，也是希望口述影像可以被更多人知道以及认识，然后我们就办了口述影像的工作坊。对，从教一些，因为其实口述影像人才在台湾的南部几乎没有，在北部很贵。
对，所以我们有跟家峰老师，也是在剧场工作者，然后他现在是全盲的状态，但他非常关注这一块，所以我们有邀请他来一起跟我们合作，如何在南部去创造更多的口述人才来参与这一件事情。对，谢谢钟安哥。刚才说口述影像那个一块，然后就加上那个触感的导览，那个是对，很有启发性，因为真的那个触感他们触摸了舞者以后，感觉到那个浮动的感觉，应该还加上那个口述影像，应该会非常厉害，感觉。对啊，因为有时候好啦，其实口述舞蹈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身体的讯号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还蛮多的哦，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提前以触碰的方式让他们理解。我觉得触觉导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于口述影像的那个听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对对对对，所以对舞蹈来说是很有帮助，然后就是会让不同能力的人是这样的朋友，他们会感觉到那个舞蹈更灵活、更清晰，对，对，很好。没错，他们的嗯，想象更清楚了。对，想象力就是很多，真的。嗯，然后就谢谢你们刚才的分享，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然后就发觉你们 research 了很久，然后就提炼了在2个礼拜里面提炼的那个冰河时期，就是很长的时间，然后就对，在那2个星期里面，就在剧场里面慢慢的去酝酿这个出来。我们可以看一看下一页，然后就有冰河时期的一些资料。说明一下哦，就是冰河时期它其实在2020年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台北的台北的万华小剧场，他们有办了一个蒙甲国际舞蹈节。那我跟钟安说，这个作品一定要有影像才有办法，因为在台湾就是你要有影像，然后你才有办法投补助啊，你才有办法丢一些 open call，或者是说给一些剧院看，你要不要投资这个作品？所以我们去他的蒙甲舞蹈节，用最精简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作品的概念，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受到魏武营国家文化中心邀请我们去台湾舞蹈平台，在同一年。那那一年我也申请了 ESPA，就是在美国纽约，它每年会有2个 Best Performing Markets 的很大的一个全世界的市集，但是本来那一年是会在台湾，但是没有在台湾，所以我们就变成做线上的 pitch 星座提案。那隔年就还是在疫情期间，但是 British Council 就有资助我们持续在线上做发展，然后一直到2022在 Dance Space 在 Glasgow，这刚刚有提到，然后包含就是舞团也受到美国国务院有一个文化交流的专案邀请，就我们参加了 Center Stage，那去了American Dance Festival 跟 Jaco Pillow 这样子，所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蛮具有国际潜力的作品。对，去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艺术节、艺术节。然后今年我们即将要去韩国的国际呃 Accessible Dance Festival，就简称是 KIADA。那今年8月也会去韩国。对，还有我看见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冰河时期不只是关于共融艺术的一个节目，这个表演艺术的节目。那我们先看看这个片段，冰河然后时期。我们再回来再聊一下这个演出好吗？OK，好。今仔日敢要袂采去，大安开开。
都无人呢。咱进来啊？哦，毋是，你只是行过尔。
哇哦！在看的时候就在想，艺术本来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论我们是有什么能力，也是很有一个共鸣。然后刚才钟安你的编舞很厉害，就是在构图，在那个感觉，在时间的掌握里边，还有你们的演出者的他们的表演的能力，那个 project 好厉害。就是通过画面，你就是感觉到，所以他们很有生命力。就好对，像刚才你有说过，就是那个生命力是很有意思的，要呈现出来。你们在创作那个过程里面有一些困难吗？在冰河时期的里面？哦，我当然困难问题多了哦。因为我本身英文不太行，对，所以我基本上跟 Maris 的交流呃包含前期啦，我们在沟通，只是初步认识的时候，就得要透过莎莎去做一个认识，然后到接下来的作品的讨论，然后到实际见面的一个讨论，都是，所以就等于说。呃，交流这件事情上就花了蛮多的时间。然后在节目一开始，其实我有提到，就是早前我其实不太喜欢去跟不熟的人去有太多的接触或对话。所以对，就慢慢一步一步的踏出来，然后就是其实是源自你内心的那个要表达的那个冲动，也是很有意思哦。一方面是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啊，但是作品它对于观看数没有办法像譬如说影片来的这么高嘛，因为可能一场观众就顶多就是那样子，对，但也许透过语言的表达，好影像的记录，可以让更多人去理解跟感受到这件事情它的独特以及它的魅力啊，对啊。对啊，所以希望你们的团队可以到更多不同的地方，把这个演出呈现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面貌的人，知道这个世界其实艺术是可以共享的。还有对，就是，它就不分语言的。对嗯嗯，对，没错。我觉得不一定是作品啊，作品当然没问题，也许是我们的任何活动要带出去也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充满具有某一种精神能量的一种潜力吧。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可以向外，不只是向外，向更多的地方推动出去了。对，所以好，谢谢今天钟安跟莎莎的分享。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有一个很认真的问题要问你们哦，就是刚才你们说很多事，就是关于身体的开发，你们跟不同的能力的人士，跟不同年龄的人士在开发他们的身体。请问钟安你在开发身体的时候，你最关注的是什么？他们自己身体所带来的一种运动上的独特性，啊？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体都不一样，哪怕直立人都是，但是，直立人以外的参与者，他们的身体的可能性跟独特性又更加的强烈。对，这个是一般民众很少在表演里头看到的。对，我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啊。谢谢，希望这个今天的我们的分享可以让我们在香港，在不同地方可以看见这个平台的朋友，可以看见你们激流岛的一些不同的面貌，你们的方向，你们的可能性。也许他们有一天到屏东要找你们，也许有一天你们来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可以再跟你们见面。希望在未来在香港，我们可以跟你们面对面的再接触、再交流哦。好的，没有问题，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